大家好呀！最近有观众问我，43岁在移民加拿大会不会太老？会不会申请不过啊？又有人问我，从事幼教、保姆工作的人是否可以技术移民加拿大？再有人问我，自己在台湾念的是英文科系，好像没什么专长，又没什么积蓄，有机会移民吗？对于大家的种种疑惑，我是心有戚戚焉，因为我在20几岁的时候，也是一直梦想可以到国外留学，甚至移民到国外工作生活。所以咯，对于年轻、没什么钱和资产、没有加拿大公民的亲属，以及英语水平高的人来说，要怎么移民加拿大呢？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的移民资料，可以考虑技术移民这个途径。加拿大技术移民主要是经由快速移民通道 Express Entry 来申请的。今天就来谈谈申请技术移民的基本要求、申请的时间以及我的移民申请过程。目前加拿大联邦政府移民部公布的快速移民通道，简称11，在我之前制作的视频回首移民之路和移民门户大开中介绍过，观众朋友可以再点击收看。所谓快速移民通道11的申请项目又可以分为3种。首先来谈最主要的联邦技术移民计划 Federal Skilled Worker Program。 这项计划主要是适用于从事管理、专业和技术工作的人士。这个计划设有独立的评分系统，这个评分的满分分数是100分。有移民打算的人必须满足工作经验、语言能力和学历3方面的基本要求，同时取得加总分数至少67分，才有资格提出移民申请。在这个系统申请移民之后，加拿大政府会按照综合排名系统分数，由高得分的申请人开始陆续发出移民申请的邀请函。这项联邦技术移民计划的独立评分系统一共分为6个部分：第1，语言能力；第2，学历；第3，工作经验；第4，年龄；第5，符合加拿大国家职业，也就是 National Occupational Classification NOC 分类中高度需求的专业技术级别在0类A 和 B 类的人士。第6，加拿大的适应能力。简单来说，就是申请的人是否具有任何的加拿大经验。这个技术移民计划和它的计分方式和我当初在台湾申请技术移民的方式非常的雷同。首先在语言能力方面，不管是英文或者是法文的第一语言，最高得分可以拿到24分，第2语言最高可以拿到4分。学历方面，高中毕业5分，大专文凭或学士15到22分，专科学士或硕士23分，博士25分。再来是工作经验，1年的工作经验9分，2到5年11到13分，6年以上15分。而在年龄方面，18到35岁12分，36岁以上11分，逐年减1分。再来是符合加拿大 NOC 高度需求的专业技术，在0类方面是各种的管理阶层人士， A 类则是例如医生、牙医和建筑师等专业人士。最后是 B 级职位的人，比方说厨师、水管工以及电工等专业技术人员，同时至少要有1年的工作经验。最后是加分的部分，如果申请人以及他的配偶具有在加拿大的语言能力、学历、工作经验、工作机会，甚至于有加拿大身份的亲戚，那么就可以再加分了。如果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在提出申请移民之后，必须等待至少6个月的送件处理时间。如果申请人所提交的资格证书不齐全，或是不符合规定的话，必须重新提交文件，然后再等待至少6个
月，所以想申请移民的人必须一次性就把相关的资料准备到位才行。如果加拿大联邦政府审核通过移民申请，就会发送移民邀请函给申请人，之后申请移民的人就可以办理加拿大的永久居留权，也就是 Permanent Resident PR 了。我会在视频的下方放上积分表以及技术移民的加拿大官方网站链接，大家可以进一步的查询，并仔细计算自己是否符合技术移民的申请标准。当然，如果你已经在加拿大留学或已经有加拿大的工作经验，更有资格申请技术移民，那就可以考虑联邦技工计划 Federal Skill Trades Program。 这项计划是适用于从事技术工作的人士，申请人必须符合工作经验、在加拿大的工作机会和语言能力的最低要求，也就是加拿大政府考核认可的语言测试，相当于英文测验 Canadian Language Benchmark CLB 或者法文测验 NCLC 至少5级的成绩才有资格提交申请。第三种快速通道技术移民的方式就是加拿大经验类移民 Canada Experience Class Program， 适合在加拿大有工作经验的人士申请。申请人只需要符合在加拿大的工作经验以及语言能力2方面的最低要求，就可以提交申请。在加拿大工作经验方面，同样的职位要属于 NOC 的0级管理工作、A 级专业工作或者是 B 级技术工作的要求。同时，最近3年内至少连续工作达到1年，并且已经履行对应的工作职责。对于自雇者以及学生工作经验则不计算在内。第二是语言能力，加拿大政府考核认可的语言测试要求按照 NOC 职级而定，在职业类别0级或者 A 级方面，在英文的 CLB 或者法文的 NCLC 的7级或者以上水准，而在技术人员方面 B 级则要求要在5级或以上的水平才可以申请。除了以上3种快速通道技术移民的办法以外，加拿大各省也有移民的申请计划，通常是申请人已经居住在加拿大的省份里，同时具有工作经验和相当的语言能力才可以申请。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吸引世界级的文化和体育优秀人士，加拿大联邦政府也提出了自雇人士技术移民计划 Self-Employed Persons Program。 而想要移民到加拿大魁北克省，可以向魁省申请常规技术移民计划 Quebec Regular Skill Worker Program。 这个移民申请分为2个阶段，大概需要15到17个月的时间。从现在的加拿大技术移民计划来看，虽然对于技术移民的申请人并没有年龄的上限，只有至少要满18岁的年龄要求，但是对于36岁以上的申请移民人士来说，每年长1岁，移民申请分数就会减少1分。所以中年以上移民的人士必须在语言、学历和工作经验方面争取更高的分数才可以。最后来谈谈我当初移民的过程吧。虽然年代久远，还是希望提供大家一个蓝图来规划加拿大的移民事项。首先，我是找移民代办公司帮忙申请，就像是现在看我视频的观众一样，当时对于移民的申请感觉就像是天方夜谭一样，比登天还难。加上当时的网络资讯不像现在这么的发达，所以只好付钱给移民代办公司代为申请。同样的，10几年前，在计算技术移民得分超过67分之后，我立即向加拿大联邦政府提出申请移民。再来，向工作的单位主管申请英文工作证明以及英文工作推荐函。因为当时的我担任着业务开发经理的职位，加上英国商学硕士学位以及超过7年的工作经验，所以在学历、工作经验以及英文能力这3项都得到了高分。但是在年龄和加拿大的经验
项目就比较失色，不过最后还是达到了技术移民的计分要求。后来在提交移民文件的过程中，还需要向台湾居住地的警察局申请良民证，也就是无犯罪记录。比较特别的是，因为我曾在英国求学超过1年的时间，加拿大移民部也要求我向英国政府申请良民证，所以我的申请时间相对于别人延长了许多。经过漫长的等待，我终于接到体检通知，必须到加拿大移民部所承认的移民体检医师那儿做身体健康检查，主要是查看申请人是否有重大疾病以及传染病。在体检过后的几个月，终于收到了加拿大移民纸 Landing Paper， 意思就是我可以到加拿大移民报到了。不过在登陆加拿大国境以前，必须申请加拿大的移民签证。因为我曾在英语系国家留学，所以就免去了面谈这一关。在所有费用缴清，加拿大移民签证完成后，距离我提出移民申请的时间点已经过了3个年头。当初加拿大联邦政府规定，如果想要保持永久居留权，也就是 PR 身份的话，必须在5年之内住在加拿大境内满2年，才能更换 PR 身份证。如果想要入籍加拿大公民的话，则需要在4年内住满3年的时间才可以申请。现在的规定似乎放宽到在5年期间住满3年就可以申请加拿大公民身份了。至于申请技术移民的各项费用实在太繁琐，大家可以在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官网仔细查询。当初我也是按部就班的缴费，因为申请费用一直在调涨，所以有意申请移民的人士就依照加拿大政府的规定慢慢的缴钱吧。加拿大的移民政策总是瞬息万变，所以目前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和我的移民经验只能提供大家参考。对于想移民加拿大的观众朋友，还是必须密切注意加拿大移民政策的变化和走向，才能顺利申请成功。不管移不移民，都祝福大家能平安健康的过着自己想过的生活。谢谢您的收看，我是粉红天平，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请帮我按个赞吧。祝您健康愉快，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